这里是 Noodle Lab， 嗨，我是小思。电影导演克里斯多夫·诺兰曾在受访时说过，他很喜欢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在电影《全面启动》有个场景，就受到这位艺术家的启发。这位艺术家擅长使用错觉手法，顺着他的画走，就像走入一个巨大又魔幻的迷宫，不禁让人深深地陷入其中。这位艺术家就是莫里兹·克尼利斯·艾雪。艾雪是一位版画创作家，版画就是在版料上雕刻好图形，再涂上油墨转印到纸上。艾雪喜欢版画的原因就在于他可以将他创作出来的作品重复印制。他擅长利用自然景观为创作来源，或是创造出具有空间透视感的画面，也喜欢在作品中运用镜像跟几何镶嵌图形。让我们回到20世纪，看看艾雪经历的故事与创作。在1898年6月17日这一天的荷兰利瓦顿，艾雪诞生了。她有个美好的童年，小时候学过很多东西，其中最有热情的是绘画。上了中学，艾雪一直觉得自己像是个局外人，在学校过得很不开心。但此时她收到了人生第一部相机，开始培养了摄影的兴趣。在往后的人生中，喜欢透过摄影记录所看到的事物与版画创作的灵感。艾雪18岁时，她创作了人生第一幅橡胶版画，是一幅以她父亲为主角的作品。她的父母非常希望她可以当个建筑师，于是在她21岁时，将她送进建筑与装饰艺术学校就读建筑。但入学没多久，她发现她一点都不喜欢建筑。在学校的一位版画老师梅斯塔基的鼓励下，艾雪改成专攻平面艺术。就学期间学会了其中一个版画技法——木刻版画，而这也是她最喜欢的技法之一。她的艺术生涯中共学习5种版画技法，用在不同的作品中。不同技法创造出的作品风格十分不同，大家有发现差别在哪里吗？其实最明显的就是在线条的变化上。艾雪很喜欢旅游。1922年在艺术学校的最后一年，她去了西班牙旅游，参观了阿尔罕布拉宫。阿尔罕布拉宫中伊斯兰建筑独有的几何镶嵌图形启发了他日后对几何镶嵌作品的创作。他在这一年创作了他第一幅以几何镶嵌为主的作品 Eight Heads。 几何镶嵌就是图形跟图形之间是没有任何间隙，每一个图形要经过精密的设计，才能将一块块图形组合在一起。从学校毕业后，他陆续举办了好几次个展，偶尔接一些商业委托维持生计，设计包装纸或商标等等。他前后也接了3部出版书籍的内页插画。艾雪多次前往意大利旅游，也是这几次的旅行，意大利的风景让他深深着迷，使他萌生定居于意大利的想法。于是1925年带着新婚1年的妻子一起搬到罗马定居，一住就是10年。他深受意大利的启发，时常到各地旅游，并用相机记录下沿途的景观。这时期创作了无数的作品，几乎都以意大利的自然风景与建筑为主。由此可见，意大利对于艾雪的影响非常的大。艾雪的作品很多是静物写生，从这个时期开始，他试图以镜面反射景象的方式创造多幅有趣的作品，以及有名的球形镜像自画像。1935年，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势力大涨，艾雪不得不离开他喜爱的意大利，辗转搬到比利时于克勒。搬到比利时后，他创作了一些在后来闻名的几何镶嵌作品，像是 Metamorphosis、Sky and Water One 跟 Day and Night。 其中 Day and Night 这幅画大受欢迎，在他的人生中至少重复印制了650次。
在二战期间，艾雪极度缺乏创作的想法，因此这段期间的作品量非常少，仅创作了35件。但他还是不停地研究新的几何镶嵌图形，试图不要让自己停下来。之后，艾雪搬回了荷兰，他开始挑战平面跟立体的结合。画面中，他尝试模糊平面图像与立体图像的界限，借此创造一种超现实的空间。战争结束后，改变了艾雪的作画方式。艾雪对于人的看法变得黑暗。早期他的作品常描绘真实人物，像是他的家庭成员或自画像。二战后，他改为绘制无名人物，这些人物通常都缺乏脸部特征。1951年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年。在从事艺术工作30年后，报道艾雪的文章被刊登在3间知名的杂志。由于在美国被报道，使得他的知名度大涨。他的艺术生涯从此后被推到了高峰，越来越多人关注他的作品，跟他购买作品的人也越来越多。由于艾雪的作品都是他自己复印的，导致他没时间创作新作品。有趣的是，因为这个原因，他还刻意地提高作品的价格，企图减少购买量。伤脑筋的是，作品依旧热卖。之后，艾雪因为他的艺术成就，被受封为荷兰骑士。他的最后一件作品《蛇》用了3块板子、3种颜色印制而成，集结他一生的艺术技艺。在1972年，艾雪73岁时，画下了人生的终点。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作品不仅在艺术界，在数学界也是备受讨论，因为他的作品创作出的空间与图像与一些数学主题有所连结，也因此他也曾在英国剑桥举办的国际晶体学研讨会上展览与演讲。在这期间，他创作一幅名为 Ascending and Descending 的作品。这幅作品中有着无限循环的上下阶梯，这个无限阶梯称为潘洛斯阶梯，是一个有名的几何学悖论，由一名英国数学家罗杰·潘洛斯与他的父亲提出并刊登在期刊上。艾雪深受这个概念吸引，开始研究潘洛斯阶梯的结构，并诞生这些产生空间错觉的作品，也在后来闻名于世，且影响深远。像知名 App 游戏纪念碑谷中有趣的空间谜题就受到他的启发。奇异博士电影的特效团队也借鉴了艾雪的空间错觉，才能打造如此魔幻的视觉场景。而电影导演诺兰在访谈中也提过，他很喜欢艾雪的作品，于是他们将无限阶梯实体打造了出来，并使用在电影全面启动中的场景里。艾雪的作品打造出一种视觉幻象，透过图像欺骗大脑。当大脑被细节吸引，就忽略了违背逻辑的地方。当我们从画面中接收到讯息时，这些图案被大脑分开解读，一次只能理解一种形状，因此我们无法同时感知画面中的鱼和鸟。而这种特殊的视觉感知也成为了全世界脑部研究实验室的研究工具。